我叫林水生，直到3天前，我还只是个在城里工地开挖掘机的普通工人。但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，把我拽回了这个名叫望川村的故乡。电话里只说父亲失踪了。等我心急火燎地赶回来，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。父亲是村里唯一的摆渡人，负责在深夜子时将人摆渡过那条叫做阴河的河流。村里祖辈流传着阴河通地府的传说，可我从小就不太信这些。然而这次，父亲就在3个月前的一次摆渡中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推开家门，母亲正对着灶火发呆，眼圈红肿。村长德贵叔就带着几位族老进来，脸色一个比一个凝重。德贵叔开门见山：村里已经找遍了，你父亲唯一可能出事的地方就是阴河。我提出报警，却被一位族老厉声喝止，说阴河的规矩是血脉相承，摆渡人一旦断代，河里的怨气就会反噬全村。德贵叔也压低声音，告诉我最近村里已经出现了怪事，比如王老五家的牛莫名其妙被拧断了脖子，李寡妇的孩子总说夜里看见白影子，他们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，这摆渡人的担子我必须接过来。德贵叔留下了父亲用过的摆渡竿和一本名为《渡魂九戒》的手札。等人走后，我翻看那本手札，前面是父亲工整写下的9条戒律，但后半本却被撕掉了好几页，断口非常粗糙，这让我心里一沉。父亲是个极其细致的人，他绝不会无缘无故毁掉自己的笔记。深夜，我忍不住又走到阴河边，月光很亮，但河面死寂一片，连虫鸣都听不到。就在这时，河中心水面上浮起一个模糊的人形黑影，面朝着我，一动不动。我吓得魂飞魄散，转身就跑，一路冲回家，拴上门，心脏狂跳。等稍微平静下来，我才发现逃跑时衣角被岸边的荆棘划破了。更可怕的是，破口处沾着一小片暗绿色的水渍。我赶紧脱掉衣服扔在地上，眼睁睁看着那水渍像有生命一样，在布料上微微的扭曲，蔓延开来。第2天一早，我推开门，德贵叔和10几位村民已经等在那里。德贵叔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我，规矩不能拖，就在今晚子时，你必须第一次上船摆渡。我想拒绝，想说自己不信这套，想去报警，想自己去找父亲。但当我看到母亲躲在灶房门口，那张苍白脸上满是惊恐和哀求，再看到村民们手里提着的看似好意，实则如同无声威胁的礼物时，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，只能沉默地点了头。整个上午，德贵叔都在阴河边那艘破旧的乌篷船上向我传授渡魂9戒。他神色肃穆，一条一条地讲解，只能在子时到丑时之间摆渡夜行人，绝不能询问乘客生前事，也不能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，不能收他们的钱财，也不能吃他们给的东西。船头的青灯必须长明，而最重要的一条是行至河心时，无论听到身后有什么动静，哪怕是听到我父亲的声音，也绝对不能回头，说那是回头即囚笼。我默默记着，心里却一直想着手札上被撕掉的那几页。我忍不住试探着问德贵叔，这规矩是谁定的？父亲后来有没有说过什么特别的话？德贵叔眼神躲闪，老祖宗传下来的肯定有道理，你父亲后来是有点魔怔了，总念叨什么河非河，魂非魂，还总打听改变过去能不能挽回遗憾之类的话。你别学他，老老实实守戒才能保平安。他的回避反而让我疑心更重。下午，我独自在船上熟悉环境，摸着父亲用过的那根冰凉刺骨的摆渡竿，我心事重重。下意识的，我用手仔细摸索船板的缝隙，仿佛想找到一点父亲留下的痕迹。没想到指尖真的在一条窄缝里触到了一个硬物，我抠出来一看，是一枚锈迹斑斑的铜钱，上面有个模糊的安字，看样式像是民国时期的东西。这铜钱是哪儿来的？是某个乘客掉的，还是父亲故意留下的？他想通过这枚铜钱告诉我什么？我把这枚冰凉的古钱小心放进了衣兜，感觉它像一把通往未知的钥匙。子时将近，我穿上父亲的厚棉袄，提着那盏古老的青皮灯笼，走向乌篷船。德贵叔和几个村民站在远处目送着我，没有一个人敢靠近河岸10步之内，那种氛围更像是在给我送葬。我踏上船，挂好灯笼，拿起摆渡竿，竹抛入水的声音在死寂的夜里格外响。河面升起浓雾，很快就把岸边的一切都遮住了。我只能凭感觉朝着对岸方向划去，四周静得可怕，只有水声和我自己的心跳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雾里出现一个人影，那是一个穿着深色旗袍的女人，低着头走路，没有一点声音。最让我心惊的是，那么亮的月光照下来，她脚下却没有影子。我牢记戒条，不敢多看，也不敢出声。等她默默上船坐好，就撑船离岸。船到河心时，猛地一晃，像撞到了水下的东西，我差点摔倒，死死抓住竹篙才站稳。几乎同时，我清楚地听到身后传来女人的低气声，还有一股霉味混合头油的气味飘过来。我全身僵硬，冷汗直冒，只能死死盯着船头那点青灯的火苗，心里反复默念着9戒。那哭声时断时续，悲伤的让人心里发毛。
我能感觉到背后那道空洞的目光一直落在我身上。这段路变得无比漫长，终于撑到对岸。那女人无声无息地下船，消失在雾里。我立刻返航，回到岸边时，德贵叔他们明显松了口气。我准备熄灯上岸时，瞥见船尾女人坐过的地方有东西反光，捡起来一看，是根旧银簪，簪头刻着叛军规3个字。我想起借条说不收彼岸物，正犹豫要不要放回岸边，那簪子突然变得冰凉刺骨，然后像烟一样在我手里变淡，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僵在原地，一股寒意从脚底冲到头顶。这绝不是普通的仪式，这更像是一个警告，或者一个我无法理解的诡异规则。有了第一次的经历，我对摆渡多了敬畏，也多了更深的疑虑。接下来的几晚，我遇到了更多古怪的乘客。有个干瘦老头总是抱着一个襁褓，里面的婴儿一声不吭，脸也从不露出来，只透出一股阴冷的死气。还有个7、8岁的孩子，上船时我才发现他的脚是悬空的。每次摆渡也都不太平，船边的水会泛起彩色油污，岸边的景物会扭曲，闪过一些古代荒地或者民国破街的影像。虽然只是一瞬，却清晰的吓人。村里果然出事，之前那2个不信邪嚷着要拍视频的黄毛小子，真在子时偷跑到河边，结果一个失踪，另一个疯了，只会蜷在村口槐树下念叨水里好多脸和不能回头。这件事后，德贵叔拍着我肩膀，语重心长地说全村人的命现在都记在我身上，让我千万别出岔子。这种压力让我透不过气，也让我更想弄清楚真相。有一晚，我摆渡一个抱婴儿的老头，船到河心，雾气特别浓，我实在没忍住强烈的好奇心，偷偷抬眼想瞥一眼那襁褓里到底是什么。就在那一瞬间，老头猛地抬起头看向我，月光和灯光下，那张脸清晰无比，竟然是村里已经去世3年的张大爷。我吓得差点叫出声，死咬住嘴唇才忍住。几乎同时，平静的河面突然掀起巨浪，船像树叶一样被抛起，冰冷的河水灌进来，船头青灯的火苗缩成一个小点，眼看就要熄灭。我魂飞魄散，用尽全身力气抓住竹篙抵住船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不能翻船，不能违禁。那浪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在灯将熄未熄时，河面又恢复了平静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瘫在湿透的船里，看向船尾，那老头早已不见。这次死里逃生让我后怕不已，也让我确信张大爷的出现绝非偶然。这条河和这些乘客背后藏着远超我想象的秘密。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再次翻出父亲那本《渡魂9戒手札》。为什么仅仅瞥了一眼乘客的脸，就会引发如此剧烈的反应？那襁褓中纹丝不动的婴儿到底是什么？张大爷明明已经去世3年，为何会以那种形式出现在阴河的渡船上？这些沉默的乘客究竟是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鬼魂？这一次，我把手札凑到窗前，借着明亮的自然光，仔细审视纸张的断口和边缘。在紧邻撕毁处的前一页纸张上，我注意到一些极其模糊的印痕，似乎是撕掉的那一页因为用力书写，笔尖压刻在下面一页上留下的凹痕。河非河，魂非魂，回头即囚笼。他的病只能靠河。这和德贵叔转述父亲说过的怪话对上了。他的病指的是谁？是我的母亲吗？母亲身体一直不好，有风湿和心口疼的毛病，但似乎也谈不上只能靠河这么严重啊。我找到德贵叔，旁敲侧击的打听。德贵叔叹了口气，眼神有些飘忽，似乎在回忆什么，说我父亲后来经常摆渡回来，就坐在河边发呆，抽烟抽得很凶，还几次问他，如果能回到过去，改变一件让我母亲落下病根的憾事，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？德贵叔劝他别胡思乱想，他还跟德贵叔急眼。我回到家，开始翻箱倒柜，找到一张黑白照片，已经泛黄。照片上，父亲和年轻的母亲并肩站在阴河边，两人都穿着那个时代常见的衣服，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，看起来十分幸福。背景就是那条墨绿色的，如今让我感到恐惧的阴河。我的目光原本停留在父母幸福的笑容上，感受着那份已逝去的温暖，但很快，我瞳孔一缩，呼吸几乎停滞。在父母身后的河面上，那片本该平滑如镜的水域，隐约有一个不自然的漩涡，而漩涡的中心因为年代久远，照片颗粒感较重，显得非常模糊。但当我凑近了，在明亮的光线下仔细分辨，那轮廓分明有一个人形的阴影。白天不用摆渡的时候，我开始有意识地探索河流沿岸的区域。我强烈地意识到，关于阴河和父亲失踪的答案，或许不仅仅在每晚的渡船之上，更可能隐藏在阴河两岸那些无人关注的角落。我走进河边的林子，选中一棵枯死已久的树木，用柴刀费力地将其砍倒。当查看树干的横截面时，一股寒意顺着我的脊椎爬了上来。树干截面光滑如镜，根本没有一圈圈标示着岁月流逝的年轮，仿佛这棵树的存在完全跳脱了正常的时间规则。这个发现让我心惊不已。我又仔细查看岸边的石头，发现上面刻满了各种各样的文字和符号，有些像甲骨文，有些是篆体字，其间还夹杂着清晰的简体字，到此一游，甚至还有几个像是外文字母的刻痕。所有这些痕迹都杂乱无章地重叠在一起，覆盖了石头的表面。这条河两岸的时间仿佛是混乱的、叠加的。在一处隐蔽河湾的树洞里，我找到了半包受潮的香烟，
正是父亲常抽的牌子，旁边还有一个油布包着的笔记本。翻开扉页，是父亲熟悉的字迹。笔记本里记录着每次摆渡的日期和乘客特征，笔记从工整逐渐变得潦草。翻到后半部分，记录变得混乱，画着些奇怪符号，其中一页画着一个藤蔓般的黑色印记，我看着莫名眼熟。这天晚上摆渡时，乘客是一位戴眼镜、穿旧中山装的知识分子。船到河心，他望着水面自言自语，说若是当年某场运动走了另一条路线，不知今日会怎样。我心里一惊，因为历史记载那场运动只有一种结局，可他的语气却像亲身经历过另一种可能。他下船前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说有些规矩看似保护，实为束缚。他走后，我卷起袖子擦汗，突然发现右手小臂内侧不知何时多了一道黑色痕迹，形状与父亲笔记本上的印记一模一样。我浑身发冷，这东西是什么时候出现？它代表着什么？手臂上那个无声无息出现的黑色印记，它像一条有生命的毒蛇，盘踞在我的皮肉之下。我试过用肥皂拼命搓洗，甚至找来细沙摩擦，但那印记仿佛是从血肉深处生长出来的，颜色没有丝毫变淡，反而在触碰时传来一阵阵细微却尖锐的刺痛。那个知识分子乘客的话像魔咒一样在我脑子里回响，让我意识到这条阴河连接的或许不仅仅是阴阳两界。一个大胆的猜想逐渐成型，那些看似诡异的乘客可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鬼魂，而是来自某些可能但未发生的过去时空的碎片投影。为了验证这个猜想，我选择相对平静的一晚，故意让两位看起来无害的乘客同时上船。就在船身离岸的瞬间，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发生了。岸边的景物开始疯狂地闪烁切换，几种不同时代的景象以令人眩晕的速度交替闪现，船身也随之剧烈晃动。我立即示意其中一人下船，异象才戛然而止。这次冒险让我确信违戒确实会引发时空紊乱，这些试探似乎引起了阴河深处某种存在的注意。后来一晚，我摆渡一个戴空白面具的黑袍人，船至河心，他突然用嘶哑的声音问：在找林和生？我牢记借条，紧闭着嘴不答。他冷笑说：找到也带不走，随即消散。紧接着，浓墨般的黑雾从河面升起，竹篙变得沉重无比，青灯的火苗被压成蓝点。我感到窒息，仿佛有无数冰冷的手要将我拖入河中。我拼死将船划到岸边，扑倒在地。黑雾散去后，我发现手臂上的印记已变得深黑，边缘锐利，传来灼烧般的剧痛。这印记的明显变化让我意识到，它不仅是标记，更可能是个倒计时。我回想起父亲手札上关于河非河魂非魂的记载，开始明白这条河的本质可能远超想象。也许每个摆渡人最终都会发现这个可怖的真相，而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农历7月15，天未黑透，家家户户就已门窗紧闭。我站在家门口，德贵叔早就到了，脸色苍白的可怕。他声音颤抖：今晚是阴气最重的一夜，若你不去摆渡，全村都将遭殃。子时将至，我提着青皮灯笼走向河岸，越靠近阴河，腥臭味越发浓烈，河水的暗红色光芒刺得人眼睛发痛。登上无篷船时，发现河水异常粘稠，竹抛滑入水中，发出黏腻的扑哧声，像是划开了什么活物。船驶入浓雾，今晚的雾气带着血色，能见度极低。我全神贯注地撑船，心里却莫名紧张。花了一炷香时间，前方血雾突然翻涌，一个模糊的人影走出。当他踏上船头时，我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，那竟是我父亲20岁时的模样。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，头发很短，眉眼间还带着年轻人的英气。这个年轻的父亲默默坐在船头，目光空洞地望着血雾。船在死寂中滑向河心，暗红色的河水粘稠如糖浆，每划一桨都异常艰难。就在船头即将触及河心最幽暗处时，年轻的父亲突然转身，他用与年轻面容完全不符的沧桑声音告诉我，说他是年轻时的父亲，说渡魂九界是陷阱，说我们摆渡人都是时间的囚徒，阴河是时间的裂缝，九界是锁住我们的枷锁。我还想追问，但整个阴河突然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，河水开始倒流，乌篷船瞬间失控，被巨力拽向河心黑暗。船头青灯扑地熄灭，在最后的光亮消失前，我看到年轻父亲的身影变得模糊。他用尽最后力气朝我喊话，去找时间守护者，说只有破了九界才能救所有人。在船体被卷入黑暗的前一刹那，我惊恐地看见倒流的河底浮现无数张痛苦扭曲的人脸，其中一张苍老疲惫的面孔一闪而过，那是我真正的父亲。与此同时，手臂上的黑色印记突然滚烫，皮肤开始溃烂，撕心裂肺的剧痛淹没了我。当我从黑暗的深渊中挣扎着恢复意识时，发现自己正漂浮在阴河之上，四周的血色雾气已经散去，但河水却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平静。河水在我身下自动向两边分开，形成一条狭窄的通道，仿佛有某种无形的力量
在操控着这一切。我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着白袍，周身笼罩在柔和金光中的男子悬立在空中，他的面容模糊不清，那双眼眸却如同星辰般深邃，散发着令人敬畏的气息。这个自称时间守护者的存在并没有开口说话，但他的声音却直接在我脑海中响起：窥探时间的真相，必将被时间本身吞噬，就像那些被困在河底的灵魂一样。如果你不继续履行摆渡人的职责，维持这条时间裂缝的平衡，整个忘川村都将因时间裂缝的失控而毁灭。他轻轻挥手，打出一道温暖的金光痕，这道光芒落在我手臂上，那溃烂的黑色印记虽然依旧存在，但剧烈的灼痛感暂时停止了，伤口的恶化也得到了遏制。随后，一股柔和而强大的力量将我轻轻推回岸边。我跌坐在冰冷潮湿的河岸上，望着迅速恢复平静的阴河，内心充满了矛盾与迷茫。年轻父亲临终前的话语与守护者的警告在我脑中激烈交锋，一个告诉我九界是陷阱，一个却说这是必要的秩序。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，我踉跄着回到家中。母亲一直守在门口，当她看到我手臂上那可怖的印记时，终于崩溃地大哭起来。她用颤抖的声音告诉我一个惊人的事实：父亲当年是为了救他，才故意违背借条闯入时间裂缝的。这个真相像一记重锤，让我对父亲的失踪有了全新的认识，也让我更加坚定了继续探索的决心。母亲擦着眼泪，在昏黄的油灯下开始讲述那段被尘封的往事。原来在我5、6岁的时候，母亲得了一种怪病，先是手脚发凉，后来全身开始出现诡异的青紫色斑纹。父亲带着他跑遍了县里市里的大医院，医生们都束手无策，说这是从未见过的疑难杂症。就在全家陷入绝望之时，父亲在摆渡过程中偶然发现了阴河能够连接不同时间的秘密。有一次摆渡，他遇到一个来自未来的乘客，无意中透露在某个时间节点上存在着治愈这种怪病的方法。从那时起，父亲每次摆渡都格外留意观察，逐渐发现了九界背后隐藏的疑点。他开始在摆渡时偷偷做一些小实验，比如故意偏离固定的航线，或者在不同的时辰出船。母亲其实早就察觉到父亲的异常，她发现父亲摆渡回来后总是魂不守舍，有时深夜还在油灯下写写画画，记录着一些看不懂的符号和图案。有几次她甚至发现父亲的手臂上出现了淡淡的黑色印记，虽然很快就消失了，但母亲一直选择沉默。她生怕将这些危险的事情告诉我，让我也卷入这场未知的恐惧之中。听着母亲断断续续的叙述，我终于明白父亲为戒的动机，那是源于对家人最深沉的爱，是一种明知危险却义无反顾的担当。母亲颤巍巍地从床底的暗格中取出一只陈旧的小木盒，盒子里是父亲留下的半本日记，纸张已经泛黄发脆。日记中不仅详细记录着父亲对阴河的探索，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线索：时间守护者很可能隐藏在村中的药铺里，因为那里存放着能够稳定时间流动的特殊药材。这个发现让我下定决心，无论前方有多少危险，我都要继续父亲未完成的路。我要找到时间守护者，揭开阴河与九界的真相，不仅要救回父亲，更要解开困扰我们家族多年的诅咒。安顿好母亲后，我带着父亲的日记本悄悄来到村中药铺附近。这家药铺坐落在村子最偏僻的角落，自打我记事起，就由老郎中独自经营。我躲在街角那棵百年槐树后，开始仔细观察药铺的动静。整整一个上午，药铺门前人来人往。令我感到诧异的是，老郎中虽然须发皆白，脸上却不见多少皱纹，走起路来步履稳健，完全不像古稀之年的老人。更奇怪的是，每当有村民前来抓药，他总能准确说出对方家人的病史，甚至连一些陈年旧疾都了如指掌。有个抱着孩子的妇人前来求诊，老郎中只看了一眼就说，这孩子夜间啼哭的毛病和你祖母当年一模一样。那妇人闻言大惊失色，连连称是。等到日落西山，药铺打烊后，我趁着暮色翻过矮墙潜入后院，看见老郎中正在院子里晾晒药材。那些药材的形状十分奇特，有的像扭曲的人形根茎，有的叶片上带着奇异的纹路，还有几株散发着淡淡的荧光。当他转身时，月光正好照在他腰间，我清楚地看见一枚玉佩在夜色中泛着温润的光泽，上面的纹路竟与父亲手札上记载的时间守护者的标记一模一样。这个发现让我心头一震，脚下不慎踩断了一根枯枝。谁在那里？老郎中猛地转身，目光如电般射向我藏身的方向。我屏住呼吸，紧紧贴在墙角的阴影里，直到听见他脚步声远去，才敢悄悄离开。第二天清晨，我假装感冒前去抓药，老郎中给我把脉时，手指冰凉的不似活人，眼神也格外锐利。当我故意提起阴河的话题时，他立即沉下脸，语气严厉地警告我不要多管闲事。就在我准备离开时，目光不经意间扫过药柜最上层，
那里摆着几本线装古籍，虽然积满灰尘，但封面上十轮经3个篆体字依然清晰可辨。这让我更加确信，老郎中绝对与时间守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根据父亲日记中的记载，要前往阴河源头，必须准备3种特殊的草药：断肠草、还魂花和时光藤。这些草药都生长在常人难以抵达的险峻之地，而且采摘时机极为讲究。我在天亮前就带着柴刀和绳索出发进山。断肠草长在村西悬崖边的毒瘴之中，我不得不蒙住口鼻，腰间系着粗绳，小心翼翼地攀爬在湿滑的岩壁上。浓重的毒瘴让视线变得模糊，好几次我险些失足坠落，终于在一处石缝中发现了那株通体漆黑、叶片呈锯齿状的断肠草。还魂花则开放在村东乱葬岗的坟头上。夜幕降临时，我提着灯笼独自前往。阴冷的风在坟处间穿梭，那些洁白的花朵在月光下泛着诡异的光泽。最危险的是寻找时光藤，这种藤蔓只在月圆之夜的子时出现，而且会像活物般移动。我在深山老林里守了整整3个晚上，终于在第3个满月夜发现了它的踪迹。那藤蔓通体透明，在月光下若隐若现。就在我快要得手时，几个穿着黑衣的蒙面人突然从树林深处出现，他们的动作僵硬得如同提线木偶，显然是时间守护者派来的手下。我按照父亲日记中记载的方法，将准备好的硫磺粉撒向他们，这才侥幸脱身。带着采集到的草药回到家中，我按照古籍上的配方连夜熬制药膏。当药膏涂在手臂的黑色印记上时，一阵清凉感暂时压住了灼痛。母亲一边帮我收拾行装，一边偷偷在我包袱里塞了一枚绣着符咒的护身符，那是她当年出嫁时外婆给的。深夜，当我再次来到阴河边准备出发时，发现乌篷船的摆渡杆正在发出微弱的光芒。子时将至，我背着准备好的行囊来到阴河边，河面上笼罩着一层诡异的薄雾。我将母亲给的护身符贴身藏好，然后毅然踏上了乌篷船。按照计划，今晚我要主动违背3条戒律，搭载2位乘客，主动询问信息，收取彼岸之物。这是父亲日记中记载的通往源头的唯一方法。船刚离岸，我就感觉到异样，河水不再平静，而是泛着奇异的波纹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水下游动。我按照约定，在第1个渡口接上了2位特殊的乘客，他们是之前摆渡时遇到的民国妇人和古代将军的魂魄。他们的身形比以往更加凝实，脸上带着决然的表情。妇人递给我一块晶莹的石头，说这是时间结晶，能在关键时刻保命。我接过石头时，明显感觉到船身剧烈震动了一下。船行至核心时，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四周的景象开始扭曲变形，无数个我出现在不同的时空片段中，有的我正在重复着日常的摆渡，有的我在探索河岸，还有一个我因为回头看了一眼，瞬间被黑暗吞噬。这些影像让我头晕目眩，险些栽进河里。将军的魂魄及时扶住我，用沙哑的声音说，这些都是时间裂缝中的残影，不要被迷惑。就在我们即将冲出乱流时，几个白影突然出现在前方，他们穿着与老郎中相似的白袍，脸上戴着毫无表情的面具。为首的白袍人发出机械般的声音，为戒者当受天谴。随着他的话音，河水突然沸腾，无数苍白的手从水中伸出，试图将我们拖入深渊。经过一番苦战，我们终于冲出了时间乱流。前方出现一个巨大的溶洞入口，阴河的水就是从那里涌出的。2位魂魄乘客告诉我，他们只能送到这里，接下来的路必须我自己走。临别时，妇人交给我一个香囊，说里面装着可以暂时屏蔽时间侵蚀的草药。独自划船进入溶洞，光线骤然变暗，洞壁上镶嵌着发光的晶体，投下诡异的光影。越往深处划，空气越是潮湿闷热，河水也变得更加湍急。不知划了多久，前方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，漩涡中心散发着刺眼的白光，那就是父亲日记中记载的时间漩涡，也是所有异常的源头。就在我准备靠近漩涡时，老郎中带着几个白袍人出现在漩涡周围，他们站在水面上，如同站在平地一般。老郎中说，时间漩涡是维持世界平衡的关键，如果破坏它，会导致时间线彻底崩溃。但我想起河底那些痛苦的灵魂，想起父亲绝望的眼神，决定继续前进。突然，漩涡中射出数道白光，化作利剑朝我袭来。我急忙举起摆渡杆格挡，却被巨大的力量震得虎口发麻，手臂上的黑色印记开始剧烈疼痛，仿佛有无数根针在同时扎刺。
我知道这是时间守护者最后的阻拦，也是对我意志的最终考验。我拼尽全力将船划向漩涡中心，四周的河水开始剧烈翻腾。越靠近漩涡，时间流逝的感觉就越发混乱。在这片混沌中，我看到了父亲这些年来被困在时间裂缝中的全部经历。原来父亲早在20年前就发现了银河的真相。那时他还年轻，偶然在摆渡时救下了一个来自未来的旅人。这个旅人告诉他，银河实际上是时间长河的一个支流，而摆渡人的职责就是维持这条支流的稳定。但父亲在调查中发现，所谓的时间守护者实际上是一群利用时间裂缝谋取私利的叛徒。最让我震惊的是，父亲在日记中提到的母亲的怪病根本不是疾病，而是时间守护者为了控制父亲而施加的诅咒。他们以治愈母亲为要挟，强迫父亲继续担任摆渡人，实则是在利用他的生命能量来维持时间裂缝的稳定。父亲之所以选择违戒闯入时间裂缝，不仅是为了寻找解除诅咒的方法，更是要彻底摧毁这个邪恶的组织。在漩涡中心，我终于见到了被囚禁多年的父亲。他比记忆中苍老了许多，但眼神依然坚定。他告诉我，要破坏时间漩涡，必须同时切断9个能量节点，这些节点分别对应着9条戒律的真正含义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我需要先找到隐藏在漩涡核心的时间之心。我潜入漩涡的最深处，这里连河水都凝固成了水晶般的物质。在无数悬浮的时间碎片中，我看到了忘川村数百年的历史变迁，也看到了如果时间裂缝崩溃可能引发的灾难性后果。时间之心是一块散发着柔和光芒的水晶，它就悬浮在漩涡的正中央。当我靠近时，水晶中浮现出2个截然不同的未来景象。第一个未来里，我选择摧毁时间之心，时间裂缝消失，但忘川村也会随之消失在这个时空。第二个未来里，我选择修复时间裂缝，但必须有人永远留在漩涡中心维持平衡。父亲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，他说每个摆渡人最终都要面对这个选择。他告诉我，当年他之所以没有贸然行动，就是因为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现在这个时机已经到来，因为时间守护者的力量正在衰弱，而我也已经掌握了足够的力量。在我犹豫不决时，时间之心中突然浮现出母亲的身影，她似乎能透过时空看到我，脸上带着欣慰的笑容。这个发现让我明白，时间裂缝并非完全隔绝，或许存在着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。我决定冒险尝试父亲日记中记载的那个禁忌仪式，既要解救被困的灵魂，又要保住忘川村。我按照父亲日记中的记载，开始在漩涡中心布置那个禁忌的仪式。时间之心悬浮在正中央，散发出忽明忽暗的光芒。我从行囊中取出那3种珍稀草药：断肠草、还魂花和时光藤，按照特定的方位摆放在时间之心的周围。仪式进行到一半时，老郎中和那些白袍守护者终于赶到了。他们站在漩涡边缘，却没有立即冲进来。老郎中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复杂的神色。这个仪式从未有人完成过，所有尝试者最终都被永远困在了时间的夹缝中。但父亲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变得更加清晰，他指引我如何调整能量的流动。我咬破指尖，将鲜血滴在时间之心上，这是仪式最关键的一步，以血为引，建立与时间核心的连接。就在鲜血触碰到水晶的瞬间，整个漩涡开始剧烈震动，9个能量节点同时发出刺目的光芒。我感觉到自己的意识正在被撕扯成碎片，无数个时间线的记忆涌入脑海，有父亲年轻时意气风发的模样，有母亲未患病时温柔的笑容，有忘川村在不同时代变迁的景象。最痛苦的是，我开始感受到那些被困在河底的灵魂所承受的永恒折磨，他们的痛苦仿佛变成了我的痛苦。母亲给的护身符突然开始发烫，我意识到这是她在用某种方式支持着我。我强迫自己集中精神，按照父亲教导的方法，将那些混乱的时间能量慢慢引导进时间之心。这个过程异常艰难，手臂上的黑色印记变得滚烫，但这次它不再只是带来痛苦，反而开始吸收多余的时间乱流。当最后一个能量节点被连接完成时，时间之心的光芒达到了顶峰。我看见了父亲完整的一生，从他接过摆渡杆的那一天，到他发现真相时的震惊，再到为了家人毅然闯入时间裂缝的决绝。更令我震撼的是，我看见了我们家族世代与银河纠缠的命运。原来第一任摆渡人就是我们的先祖，他为了拯救被洪水淹没的村庄，与时间签订了契约。这个契约让村庄得以幸存，却也让我们家族世代背负着摆渡人的宿命。时间之心开始缓缓旋转，那些被困的灵魂逐一得到释放。我看见了张爷爷，看见了民国夫人，看见了古代将军，他们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安详的表情。随着灵魂的释放，时间漩涡的结构开始发生改变，原本混乱的时间流逐渐变得有序，9个能量节点重新排列，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新结构。老郎中终于走进了漩涡中心，他告诉我，时间守护者组织最初确实是为了维护时间平衡而建立的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组织内部出现了分歧，一部分人开始利用时间裂缝谋取私利，另一部分人则像他一样，虽然知道问题所在，却因为古老的誓言而无法反抗。他说我的仪式打破了古老的契约，也解除了他们身上的束缚，从此以后，时间裂缝将由一个更加公平的机制来维持。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父亲的身影从时间之心中走了出来，他告诉我，
他的生命早已与时间裂缝融为一体，无法完全离开了，但他可以选择以另一种形式存在，成为新秩序的一部分，守护着这片土地。他让我回到忘川村，告诉村民们真相，并建立一个真正公正的时间守护机制。当我重新踏上忘川村的土地时，阴河的水变得清澈见底。我径直走向村中的祠堂，那里已经聚集了闻讯而来的村民。德贵叔站在最前面，他的脸上写满了惊疑不定。我平静地讲述这些日子发生的一切，从发现父亲的真相到时间漩涡的重建。有些老人听到时间守护者的真面目时，忍不住在胸前画着辟邪的手势，年轻人则露出将信将疑的神情。最让我意外的是，老郎中也来到了祠堂，他换下了那身白袍，穿着普通的粗布衣裳，看起来就像个寻常的乡村大夫。他证实了我所说的话，并宣布时间守护者组织从此解散。有几个村民激动地想上前理论，质问他这些年的隐瞒，但被德贵叔拦住了。我看到母亲站在人群最后，悄悄抹着眼泪。我知道她是在为父亲终于得到证明而欣慰。黄昏时分，我独自来到阴河上游，那里新立了一座小小的石庙，里面供奉的不是神佛，而是一本石刻的时间之书。书上记载的不仅是林家的故事，还有所有曾经被困在时间裂缝中的灵魂的姓名。我点燃3炷香，香烟袅袅升起，在夕阳下像是通往另一个维度的桥梁。这一刻，我突然理解了父亲当年的选择。有些路注定要有人走，不是为了成为英雄，只是为了对得起人这个字。晚风拂过河面，带来远处孩子们嬉戏的笑声。我知道这片土地上的时间终于开始正常流动，而我们的生活也终于可以朝着未来平稳前行了。转身离开时，我看见河面上自己的倒影，那身影似乎与记忆中父亲的背影重合在了一起。